二轮比赛终于开始了，第一场就有光之晨曦的骑士。你别说，光之晨曦真是本届比赛的大黑马，一个团10个人，9个人都是9阶强者。但他们第一场的对手可是灵魂殿大长老，9阶2级，比光之晨曦的骑士还要高了1级，恐怕是一场恶战。你就是光之晨曦的守护骑士？一个刚踏入9阶的毛头小子而已，就让你见识一下什么叫真正的9阶强者。聆听吧，地狱之鸣！哇，居然是9级的黑暗属性魔兽地狱黑蝎，攻防一体，且非常擅长控制，可以说是骑士的克星。真正的9阶强者，我见过的可比你多。小子，大言不惭！拿出点真本事来！这种攻击强度太弱了，能在我的迷雾里坚持1刻钟再来嘴硬吧？原来如此，靠迷雾影响对手吗？你以为上去就有用吗？地狱黑蝎的迷雾很快会覆盖整个区域，你就认输吧。认输？很不巧，黑暗属性的魔兽，我也有一只，而且比你的等阶还要高。天哪！一个光明属性的骑士，竟然召唤出了一只黑暗属性的坐骑。这是9级巅峰的邪眼暴君，这怎么可能？这次真是开眼了！圣魔大陆已经几百年没出现过这么高等级的邪眼了。邪眼，找到地狱黑蝎的本体。就在那里。那又如何？别忘了，我们之间的等级差距不是那么容易被弥补的。谁呀？先解决地狱黑蝎。地狱黑蝎！可恶！召唤师可以在短时间内大幅提升本命召唤兽战斗力，使其威力倍增。地狱黑蝎，撕碎它！现在才拿出真本事，太晚了！热身已经结束了。可恶！为什么一个守护骑士的攻击竟然如此强悍？哇，真帅啊！一下就让我回想起了猎魔头选拔赛场那个锋芒毕露的4号骑士。世纪1号猎魔团刚成立的时候，韩宇为了我们，放弃了自己最擅长的战斗方式，主修辅助。现在是时候让大家见识你真正的实力了。谁呀？趁现在！看来是我赢了。我宣布，本场比赛，光之晨曦获胜，积20分。在韩宇的比赛之后，各大店的几位前辈也陆续完成了第2轮比赛，顺利晋级。
而我们团队的段毅对上了魔法殿9阶火系魔法师科洛，武斗后失败退赛。这也更让我们意识到，圣殿大比对手的实力不容小觑。接下来的比赛中，我、彩儿、林欣、司马仙、张放放、杨文昭都获得胜利，晋级第3轮。而婴儿和圆圆的比赛是第2轮的最后2场比赛。第63场，光之晨曦对魔法殿，双方入场。快看，森林入场了。婴儿的对手实力也达到了副殿主级别，据说他的打法非常凶猛，婴儿可得小心了。这个召唤师的身法居然如此敏捷，可是他为什么要抱蜘蛛上场比赛啊？麦登，上吧，让他们看看你的厉害。他的本命召唤兽居然可以进化成巨兽形态。无论如何都不能被拖住，以免出现更多变故。挑醒活兽，休想扰路！大笨蛋，我的生灵之门早就召唤完了。光之晨曦这个召唤师居然同时召唤出了2只9级魔兽，这就是你的全部底牌了吗？他们可接不住我的最强魔法！终极炎风！谁和你说这是我的全部底牌了？看看这个，领域兽神神将，灵魂赋能，与你兽神赐福，神力加身。又一个领域，而且是兽神领域。这个召唤师竟然是兽神神眷者，赐你兽之领域，神降天威。快看，他的2只召唤兽都展开了领域。婴儿的兽神领域既能赋予所有召唤兽领域，这简直就是神迹。现在他只召唤了2头，随着实力增进，以后要是能召唤出更多魔兽集体作用。动不了。这就是小看我们的结果。你觉不觉得这领域打开之后，整个试炼场变成了冰窖？那个灵力防护罩好像都失效了。陈婴儿，收了你们的领域吧，这一场你赢了。下一场，光之晨曦对魔法殿。妍姐加油！雪飞可是殿主的亲传弟子，承袭了不少李殿主的秘籍，我倒要看看光之晨曦拿什么赢。比赛开始！千流风术，来点像样的攻击吧！狂妄的家伙！哼！
接下来该我了。该死，这女人就像猛兽一样！给我！可恶！看来该结束了。是吗？那你也太小瞧我了！无血无心无魂，御风使共哀怒。防护罩竟然都要撑不住了！紧正，碧落黄泉。竟然用出了李店主的自创禁咒魔法，死在这招之下的魔神都有3位以上，数十年来从未有人破解过。但以他现在的实力使用这招，自身也会因反噬而死啊！魔法殿为了赢，连自己人性命都不顾了吗？看来我们魔法殿的积分又要增加。你站着不动等死吗？我这招可收不回来。血域。怎么可能？他怎么也有领域？全联盟拥有领域的强者可谓凤毛麟角，但光之晨曦已经有4个人展现领域了。血影屏障。不能输！停下！你这不是在为魔法殿牺牲，是被他们利用了。我会不惜代价为魔法殿取得胜利。那就一击毁掉这个禁咒。圆圆不仅中断了禁咒，还中断了禁咒对他的反噬。圆圆这可真是出了大风头啊！光之晨曦的底蕴可真不浅。有人教过我，无法掌握力量，就会成为力量的奴隶。这句话也送给你。那话是我教的，哈哈哈哈哈哈！我认输。本场比赛，光之晨曦获胜。光之晨曦，光之晨曦，光之晨曦，光之晨曦！牛啊！李店主发明的禁咒都让你一下破了。其实那招禁咒很强，但是受限于他的实力发挥不出来。创造这个禁咒的李店主的实力一定相当强悍。团长，你与他对手时，千万要小心。李店主真的很强，即使是我也从来没有见过他全力出手。但是我相信，现在的团长也不会逊色于他。我不会辜负你们的信任的。第2轮比赛全部结束，各大殿级光之晨曦积分如下：魔法殿晋级25人，2轮积分900分，暂列第1。第2轮比赛，我们有9人晋级，这已经是很不错的结果。接下来的比赛，我们也要再接再厉。接下来无论遇到怎样的对手，我们都会全力以赴。第3轮第1场，光之晨曦对刺客殿，双方入场。天哪，圣女居然对上了圣月殿主！第3轮的第1场比赛就是家庭内斗，接下来可有好戏看喽！哦
积分淘汰赛第3轮第1场，光之晨曦对刺客殿。万事小心。这局不用比了，我认输。您确定要？我确定，我曾孙女实力大家有目共睹。再说了，你们怎么忍心让我们曾祖孙刀剑相对呀？确实不太好啊。好，那进行下一场抽签。灵魂殿对战光之晨曦。嘿嘿，到我了。这一局我放弃，我的孙女婴儿已经远胜于我，我相信她能比我走得更远。要是等下我也能抽中我爷爷，是不是也可以？三水副店主的实力，我们也是有目共睹。再加上与陈婴儿选手又是祖孙关系，这样认输，恐怕有失公允吧。他说那话什么意思嘛？觉得我实力低了，不如直接跟我打一场，谁怕谁啊！那么，追加一条规则，从下一场比赛开始执行，不同势力之间的比赛不允许直接认输。下一场比赛，魔法殿对战光之晨曦。耶！竟然是我和爷爷！兄弟们，我上了，你们就等着我拿下这一场吧。和自家爷爷打多好，我爷爷肯定也舍不得揍我，那必然是……大哥！哎呀啊！打不过我认输。不行，好像演的有点假，得让咱爷体验的爽。好强，我认输。这赛场上嬉皮笑脸的做什么？爷爷，小心了，我可是会全力以赴的哦。比赛开始。是，那就拿出你的本事来给我看看。哈，三爷动作这么慢，肯定是像我想的。唉，要陪我演戏也是难为他。到我出手了，圣阳咒法！什么？爷爷没搞错吧？一上来就要开家绝活！我断如痕，你的圣阳咒法再强也没用，打不中。嘿嘿。后面，这是硬吃了自家的绝招啊！林家的圣阳咒法，论火焰强度可谓联盟第一。如果轻视，必然付出代价。李希，你这个笨蛋，到底在干嘛呀？气死我了！你这老头，我的秀发差点就被你烧坏了！谁让你掉以轻心？你竟然真舍得对亲孙子下重手！那咋了？我们正经比赛，不服你就打回来。好，好，好！既然您都这么说了，那我也给您烫个头！星焰凤凰！只要你有这个本事，圣阳咒法，万火归一！好可怕的火焰对轰！已经见成功了！
势这么强烈，完了，赛场会不会被烤融化呀？这小子竟然可以和我僵持不下！哇！光之晨曦的魔法师直接破开了离谱地主的攻击。没想到这小子现在不仅能熟练使用攻击魔法，战斗技巧也如此娴熟。消失的这4年，他的进步比我想象的还要大。爷爷，试试我自创的绝招吧！千岩龙卷。这俩活宝严丝谁赢了？应该是林店主吧？哎，不对，你们看，做得不错。我宣布，本场比赛获胜者是光之晨曦。恭喜光之晨曦获得40积分。这家伙还是这么臭屁，不过我就知道你一定会赢的。感谢大家的赞美。小时候你还嚷着打死不学攻击魔法，好在现在你真的走出了阴霾。下一场比赛，光之晨曦对战骑士殿。终于等到光之晨曦团长龙浩辰的比赛了，而且又是对战店主，骑士殿3位神印骑士之一的龙天一，龙浩辰也是骑士，2名顶尖骑士对决，好期待啊！即使赛制不允许使用神器，没有神印王座的龙天印依旧是当今圣殿大比最强之一。龙浩辰，你还能取得胜利吗？没想到我们爷孙也要打上一场，能和爷爷切磋，也是我求之不得的。好，那我们都以骑士的方式全力来一场对决，也让爷爷看看你是不是已经可以担任骑士殿的新任领袖。比赛开始。用不了神印王座附带的月神之锤，那就用这把剑一较高下。这是9阶骑士的对决，一个大招都没有。骑士殿这是在糊弄我们吗？他们是在放水吗？就是啊。他们挥出的虽然都是基础技能，但每个招式的衔接、预判与技巧，却都是最顶尖的。看来他们打算用最基础的骑士技能来决出胜负。所有骑士，认真看清这场比赛。是。强大不一定是使用复杂高级的秘技，也可以是将所学融会贯通，以最适合自己的方式爆发输出。升天阵，升天阵给人的压力竟然能有这么大，冲锋还能这样用。预判能力还行吗？我们继续。闪电阵，圣光斩，好小子，还不赖吧？爷爷也跑到未老。什么？这是在运动中进行蓄势？这怎么可能？小心了！不仅如此，龙殿主竟然连续使出了2段蓄势。不对，3段蓄势，竟然是3段蓄势！吴浩辰
真的能挡住这一击吗？耀日斩！陆浩辰输定了吧？神域格挡！什么？陆浩辰就用神域格挡挡住了！光之复仇！神域格挡好像有点不太一样。光之复仇，这是什么技能？看起来好像是融合了神域格挡，攻守兼备啊！那龙浩辰到底是守护骑士还是惩戒骑士？龙浩辰是迄今为止唯一守护与惩戒双修成功的骑士。双修，居然真的有人可以守护与惩戒双修，双修需要的天赋与勇力远超常人啊！太绝了！就爷孙俩打的这场比赛，堪称本届最精彩、最刺激。这难道是他们打算用这招决胜负吗？学会感受周围天地之间的灵力，将其引动，然后挥出。纯海之刃！没想到你竟然成长到了这一步，4年的沉淀，你远超我对你的期待。是我输了，好孩子，骑士殿的未来将由你担起了。我从爷爷身上学到了许多，仅仅是刚才那场战斗，就受益匪浅。你是爷爷的骄傲。本场比赛，光之晨曦获胜。我会一直以爷爷和爸爸为榜样，不辜负你们的期望。这场比赛的确是满足了圣殿大比举办的目的呀，既增强了民众对联盟的信心，又为各自殿做了个盛大的招生。妈妈，我未来也想成为像他们一样的骑士。想追上他们，不仅要很久很久，还要吃很多苦头哦。没关系，我可以的。龙浩辰，希望你能一直赢下去，直到败于我手。后面的战斗中，光之晨曦没有再遇到熟识的对手，韩宇遇上一名无限制造岩石铠甲的8阶土系魔法师，以光之重力压碎岩石，强控对手取胜。司马现在以狂化状态，一路轰破魔法殿冰系魔法师的魔法技能晋级。张放放与治疗殿9阶戒律治疗师的战斗中，在短时间内找出对方进攻的偏好，瞬间爆发，反制获胜。王圆圆与骑士殿惩戒骑士相遇，把握时机，凭借空间灵炉近身一击取胜。杨文昭则在与黑暗属性召唤师的战斗中，凭借属性克制获胜。第3轮比赛结束，光之晨曦9人晋级。恭喜晋级的32名选手！接下来赛制变化，不再有休息时间，5分昼夜连续比赛，直至决出冠军。这样，很快就到决赛了。那正好，早点进决赛，我们早点拿冠军。第4轮第1场比赛，魔法殿对光之晨曦。婴儿，你这嘴和乌鸦有的一拼。不如直接和我打一场，谁怕谁啊？谁怕谁？
光之晨曦对魔法殿，比赛开始。陈婴儿，你我二人实力悬殊，这场比赛我让你一段召唤生灵之门的时间，如何？正好给你点厉害瞧瞧。那我可就先谢谢前辈给的机会啦。灵极本源，万物皆有；灵极天地，通则八方；灵极心墙，众生为伴。永恒之上的万物之灵啊，聆听我的召唤吧！一口气开启了3扇生灵之门，第4扇、第5扇、第6扇。看来小瞧他了。其他召唤师最多也就打开2扇生灵之门，光之晨曦这个召唤师居然同时开启了6扇，这怎么可能？是我眼花了吧？不，你没有看错，真的是6扇。他一个人就相当于一支地级猎魔团。开6扇生灵之门，你已经超越了你的爷爷，不过也就到此为止了。风神，飓风迎刃。李店主真厉害，这么多9级魔兽都拿他没有办法。那当然，我们李店主可是现在的联盟第1人。光之晨曦这个召唤师看来要输了呀。别这么倒下定论，你们快看台上！第7扇生灵之门，而且婴儿还没有停下来的意思。李店主，我们之间的较量可还没有结束啊！第8扇、第9扇，还有。竟然能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召唤12扇生灵之门，光之晨曦究竟还要给我们带来多少惊喜？没想到是我低估了这个小姑娘。看来只要灵力没有耗尽，还能继续召唤更多的生灵之门。还是在场面失控之前结束这场比赛吧。灵域，苍穹之息。哇，竟然逼得李店主第1次用出了领域。那是风神吗？李店主也是神眷者？不，他只是对风元素的掌控力当世第一，所以可以强行借用风神神力。落。在我们店主的领域之中，狂暴的风元素会斩断一切联系，召唤师也无法再掌控生灵之门了。不好，必须快一点释放灵魂赋能，把剩下的魔兽等级全部提升到10级以上，用领域对抗领域。还想挣扎？你的生灵之门被毁，召唤兽王消失，现在你要给谁赋能？我和麦兜之间的联系，可没那么轻易被你斩断。我等的就是这一步，狂风之劲，这
可是我专门用来对付你这只本命召唤兽的技能。还要打吗？你也不想看到你的本命召唤兽被疾风搅碎吧？李正直这个王八蛋，一把年纪了还挖坑欺负一个小姑娘，太狡猾了！宣传卖豆威胁婴儿。再拖下去，不知道这位灵魂圣女还会给我造成什么麻烦。为了节省灵力对付光之晨曦之后的人，只能如此了。你放开麦豆，我们认输。可恶，我的看家本领都还没来得及放出来呢。没事，婴儿，今天你已经做得很好了。没错，李店主摆明了就是要针对我们光之晨曦。婴儿虽然输了，但也得到了关于他领域的情报，而且麦冬没事就是最好的。麦冬，接下来我一定替你报仇。在婴儿的比赛结束后，第4轮其他比赛也陆续有了结果，彩儿和林仙顺利晋级16强。这之后就完全变成了我们团队和魔法店的对决。其中圆圆对上了一位9阶3级的空间系魔法师，凭借空间灵乳成功近身对手，逆转局势，成功晋级。司马仙面对冰系魔法师，以光之大力丸强势进攻，赢下比赛。韩宇则对上了风系魔法师，展现强大的守护能力，成功晋级16强。而杨文昭和张放放不幸遇到了陈宏宇前辈和凌啸前辈，止步于此。经过4轮比赛，我们逐渐抹平了之前因参赛人数带来的分数差距，仅次于第1名的魔法店。但圣殿大比已近尾声，如果魔法店最终拿下第1，李店主就会成为新任盟主。我们必须超越魔法店。光之晨曦的实力的确出乎我的意料，安排下去。接下来给我记住，如果碰上了光之晨曦的成员，就算是赢不下比赛，也要尽全力消耗他们。听明白了吗？是，长老。一定不能让半路出现的光之晨曦打乱我们魔法店的计划。到了第5轮比赛，我们所遇到的都是店主和副店主级别的对手。不仅如此，魔法店一改之前的强硬攻势，以防御为主。尽管大家的灵力都消耗巨大，但也给每一位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彩儿面对的是一位9阶3级的魔法店长老，他对水元素的操纵十分熟练。彩儿再次展现净化之欲，终结比赛，晋级8强。圆圆遇上了强大的土系魔法师，他的对手使用了禁咒金刚巨甲。金刚巨甲，这是土系魔法师最强大的防御禁咒，除非施法者灵力耗尽，或者圆圆发出高于施法者灵力的一击，否则很难撼动他。陈子颠前辈，我有意见，圣殿大比应该是各大店互相切磋展示能力的比赛，但现在却变成了一味的灵力消耗，已经失去了比赛的意义。尽管我们向陈子颠前辈提出异议，但由于并未违反比赛规则，只能作罢。不过，圆圆最终展现巨灵神怒战之力，震撼全场，成为光之晨曦里我和彩儿之外第3个进入8强的成员。而林心、司马仙、韩宇都因消耗巨大而未能晋级。8强比赛开始之后，我和彩儿还有李店主都以最快的速度赢下了比赛，而圆圆对上了魔法店长老木木。在不伤及性命的情况下，你可以使用任何手段。放心吧，店主，我一定为魔法店拿下这场比赛。圆圆在上一轮原本就消耗巨大，还未恢复，而他的对手莫雾目前是在李店主之外魔法店的最强者。不仅如此，在前面的比赛中，他也一直没有暴露真实实力。很辛苦吧？现在的你还能发挥几成实力？空间灵炉，这一招我都看腻了。黑暗囚笼。我的视觉受损了，这是你领域的能力吗？没错，在
我的黑暗囚笼中，除我以外的人都将丧失视觉，慢慢的，就是你全身的知觉，犹如陷入黑暗的漩涡。你招了，绝望了吧？你就这点本事吗？真是不痛不痒。还有什么招，尽管使出来吧！哼，小姑娘嘴还挺硬，那就让你见识一下黑暗囚笼真正的力量。黑暗噬压将顿时带进你为数不多的灵力。我想上去揍他2拳，不就是欺负圆圆没恢复灵力吗？你的动作怎么越来越慢？不会这就撑不住了吧？早得很呢，你的领域就仅限于此了吧？既然如此，那我就成全你，马上你就会后悔在圣殿大比上碰到我。圆圆，冷静一点！太嚣张了。王圆圆的灵力已经消耗殆尽了，这场比赛胜负已分。小姑娘，这场比赛是你输了。其实我输了，但最后获得胜利的一定是光之晨曦。圆圆下一场对上的是墨雾，他为了赢一定会不择手段。我的灵力尚未恢复，所以这场比赛我会选择帮团长和副团长打探他的实力，逼出他所有的底牌。而现在，魔法殿剩余强敌的实力都已被我们掌握。8强赛最后一场，魔法殿墨雾上，积320分。明眼人都能看得出来，魔法殿前面的打法就是在疯狂消耗对手。如果不是圆圆连着几轮对上他们，他不可能落败。本届圣殿大比最后的4强已经出现，他们是魔法殿的李正直、墨雾以及光之晨曦的龙浩辰、盛海儿。现在抽签开始，半决赛第1场，光之晨曦盛海儿对阵魔法殿墨雾。现在请双方入场。圆圆，我不会让你的付出白费。你就是光之晨曦的副团长吗？我们店主对你的净化能力很感兴趣，不过他应该没有机会亲自体验了，因为你将止步于此。你的速度是很快，但我的领域正好能限制刺客的视觉和活动范围。别白费力气，那么多强者都败在我的领域之中，你还排不上号呢。视觉吗？我早就不需要这种东西。躲过了我的攻击，这怎么可能？哼，那就再尝尝这招——黑暗之寂灭，黑暗之统治，降临吧！嘿，话说完了吗？不，我的黑暗君王，你找死！瞬间准确出现在了我的身后。我的队友早知道他自己找到了你领域的漏洞，在领域之中，你的活动也受到了限制，而我却依然能准确锁定你的方位。你对我队友造成的伤害，我会加倍还给你。
你输了。半决赛第一场，光之晨曦胜彩而胜，积640分。刺客殿圣女又怎么会被剥夺视觉这种小伎俩困住？她早就在黑暗之中试炼过无数遍了。我的宝贝曾孙女还算给他这个魔法殿长老留了点面子，不然还能让他输得更难看。副团长太帅了，看着真解气。这场比赛结束后，我们的积分也首次反超了魔法殿，这是每个人全力以赴带来的结果，距离我们的目标只差1步，接下来就看你的了。最后的对决终于来临。陈真在圣殿大比上居然还对上了爷爷，现在他应该已经进入半决赛了，真为他感到骄傲。星宇，你也看看这封信。接下来由光之晨曦对战魔法殿。终于来了，我最期待的光之晨曦和魔法殿的决赛。这只是4强赛，决赛不是下一轮吗？因为4强赛只剩光之晨曦和魔法殿2个势力的选手了，而光之晨曦的副团长彩儿已经赢下一场，晋升决赛。所以，如果这场比赛还是光之晨曦获胜，那等于他们已经成为了这届圣殿大比的优胜者。反之，就还有一场恶战。没错，而且按照圣殿大比规则，新任盟主将由获胜方领导者担任。这一战也相当于盟主之战，真期待啊！4年前嘉陵关，你们锋芒内敛，实力不凡，我便预料未来我们会在圣殿大比上交手，却没想到你们这么快来到我面前，还一步步动摇了我的计划。原来您在那么早的时候就开始谋划？不，比你想象中更早。我一直提升实力，筹备谋划。第一步就是成为新的联盟盟主。我会作为至强领导者，舍弃联盟被动御敌的旧政策，以魔法殿为中心，掀起人类对魔族的反攻，为魔法师乃至全人类谋划出真正的和平。您的野望很美好。至于结果，就由实力来决定吧。龙浩辰虽然年纪轻轻就达到了9阶3级，但也不是李店主的对手。有这样的年轻人来担任盟主，我可信不过。是。比赛开始。10招之内解决你。那估计得让您失望了。不愧是李店主，想要靠近他并非易事。你惯用战场搏杀的打法，近身猛攻，一击必杀，这些我都了如指掌，你根本没法破局。修魔斩。这一击的力量不会有错，李正之绝对已经达到了9阶5级，成为当之无愧的联盟第一。面对这种层次的敌人，浩辰能赢吗？哇！李店主的攻势不减，龙浩辰根本没有还手之力啊！哎，不对，你看，龙浩辰开始反击了。好小子，竟然快速调整作战方式，近身破敌，弥补灵力之间的差距。虽然在旁观你与龙天印和邱永浩2位店主的战斗后，我有所预料，但是交手后，我才切身感受到你的成长。不过应对我，这份实力还不够。
是魔法殿的剑咒，万象归烟，这可是最强的风系剑咒，凝缩着最狂暴的风元素，能撕裂粉碎一切。再狂暴的风，也撕裂不了这道光芒。哦，这么强大的秘技，居然被龙皓晨轻松击破，这也太离谱了吧！虽然你有着最高的天赋，可是以你现在的灵力，又能在我的攻击下坚持多久？风潜流斩！神域可挡！这一记的余波，就连防护罩都险些被震破。分出胜负了吗？不，还没有结束。是10级神兽，龙皓晨要翻盘了吗？休想！这难道是传说中的神圣独角兽？是最接近星光神兽的存在。这可是记载中骑士曾经的最佳坐骑，但是已经有4千年未曾出世，没想到竟然还存在。神圣独角兽的存在，能够让骑士增强3成实力。如果象限高，甚至可以增加5成。龙皓晨现在的实力已经接近李店主了。原来这就是你的底牌。李店主，接好了。圣光出袭！没看错吧？李店主竟然被逼到这个地步，没想到龙皓晨竟能频频破局，一次次带来奇迹。说不定这一战他真的能赢。没想到在坐骑的加持下，你竟然能爆发出如此强悍的一击！不要以为这样就能磨平你我之间的差距。风起清平之末，金庞然，不可摧。灵域，苍穹之息。来了，李店主的领域，但和对付婴儿时的不一样，我的灵力在加速流失。察觉到了吗？这可是我特意为你准备的。灵力空虚的感觉如何？你的光神之域放不出来了吗？不要再挣扎了，胜负已定。神域，阴阳三绝，烈阳分空。一直以来，你用的还是战场搏杀的那一套打法，直来直往，完全不留余地，还是太年轻了。这场比赛该结束了。风击我，我击狂风。李正之现在的灵力已经接近60万，这已经是目前圣殿大比出现的最强一击。为我！李店主，也许你的确为了这场大比准备了数10年，的确为了成为盟主谋划了许多很多。快点，龙兄弟！可你知道真正的战场吗？你知道战场的生死搏杀为我带来了什么吗？只有真正经历了生死，才能感悟到的那道最为纯粹也最为强大的力量。
戏了吧？这就是亲临战场，经历生死带给我的力量。领域，光神之域。这就是后尘历经磨练，沉寂4年带给我们的惊喜吗？不愧是我的好孙儿。刚刚那一击的力量，是我从未感受过的。你竟然已经变得如此强大。真正的强大，来自于坚定的信念与目标。于我而言，盟主之位只是必经的过程。我的目标始终如一，那就是带领全人类获得最后的胜利。当然，要做到这一步，也需要李店主您的支持。我设想的新联盟是6大殿齐心，不分你我，而非某一殿为核心。人皆有私心，你的设想太理想了。我们永远应该对理想抱以相信，也是理想让我走到了这一步。我向你们许诺，日后大比你们若能赢我愿意全力支持你们成为联盟新领袖。是我输了，未来交给你们了。哇，龙浩辰居然赢了，我真是看走眼了。输了，我们团长一定会压休。团长最强。本场比赛，龙浩辰获胜，光之晨曦获得640分，累计3520分，已位列所有参赛势力第1名。那么，光之晨曦剩余的2位选手，2位是否要继续比赛？不，下一场比赛。猎魔特选拔赛的时候，你为了我放弃了比赛。现在，我把冠军还给你。傻瓜，那些对我来说早就不重要了。你的感受都重要，我不要你的记忆里有一天委屈。经过2人协商，我们决定，本届圣殿大比的冠军是光之晨曦盛凯儿。在本届圣殿大比，每一名参赛选手都竭尽全力，不留遗憾，是为了告诉圣魔大陆每一位民众，永远不要失去希望。人类的曙光将由我们自己创造。接下来，请本届圣殿大比最终获胜的势力——光之晨曦全部成员上台。光之晨曦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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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光之晨曦。在圣殿大比中，他们每一个人都为大家带来了深刻的印象。而根据圣殿大比的规则，联盟新任盟主将由获胜方领导者担任。团长，去迎接你的喝彩吧！
你的坚定。Yeah yeah alright， 那种希望风雨之后见彩虹。你是我这辈子最骄傲的学生。日夜在流年里变换，星辰在掌纹中旋转，总是风景云涌，果然没看错。向万千。浩辰，你的成就真是令人赞叹。浩辰，我为你骄傲。浩辰，人类的将来就靠你来领导了。之前的每一次，都是你挡在我的身前。这次圣殿大礼，就让我们一起将你送上最高的荣耀殿堂。让我们恭喜龙浩辰成为新任联盟盟主，他也是联盟历史上最年轻的盟主。新任联盟盟主龙浩辰的继位仪式将在明日的圣城举行，让我们一起期待。殿下这次出关，实力不仅增长到了9阶7级，在他身上，我居然还感受到了一丝魔神皇陛下的气息。龙浩辰，我绝不相信你就这么死了。密切关注人类动态，一旦发现龙浩辰踪迹，立刻来报。号外号外！青年英才龙浩辰圣殿大比夺得头筹，史上最年轻的盟主奖诞生了！来吧，再给我一份！哎，你听说了吗？新联盟盟主才20多岁。这么年轻就能带领自己的内盟团在圣殿大比上夺得头筹，真是年轻有为啊！仙儿，快过来，继任仪式马上就要开始了。哎，开始了，开始了！历时多天的圣殿大比，在昨日终于落下帷幕。让人惊喜的是，我们见证了许多后起之秀的精彩亮相。也迎来了联盟历史上最年轻盟主的诞生。我宣布，继任仪式现在开始。新联盟新一届盟主龙浩辰登场。恭喜你，孩子，你走到了这一步，这是联盟的最高荣誉。接下盟主令牌，你就是新一任联盟盟主了。我一定会坚守我的责任。
去接受属于你的欢呼吧，浩辰。团长当选盟主，真是众望所归啊！就是。浩辰，我就知道你能做到。同胞们，我很荣幸，今天能站在这里接受这份特殊的荣誉。团长万岁！我在小镇出生，童年时光在母亲的陪伴中度过。她的身体不好，但是对我的关爱无微不至。那时的我尚且年幼，只有一个小小的心愿，就是成为一名骑士，守护我的家人。但是有一天，魔族入侵了小镇，美好的家园化作焦土。那时我握着手里的剑，想要再快一点成长起来，去守护我的家乡。团长，加入猎魔团后，我第一次亲历前线的残酷。边关将士以血肉之躯筑墙，抵挡魔族攻击，只为守护身后的百姓。那时的我作为前线的一员，和众将士的心愿一样，是守住这座关隘。当我走过6大关隘，与伙伴们几次进出魔族境地，遍历圣魔大陆，经历无数艰险的战斗，数次徘徊在生死边缘，我的信念越发坚定。没想到他们团队虽然年轻，却经历了这么多。我龙浩辰，作为一名骑士，作为联盟的新任盟主，我会守护我们的大陆，会守护这片大陆上的每一个人。6000年来，我们一直被魔族的阴影笼罩，饱受战争磨难。圣战停战的4年，没事，我们难得迎来安宁时光。但是，这只是暂时的。只要魔族一日存在，这短暂的安宁随时可能会被推翻。啊，那我们应该怎么办啊？难道我们要一直被魔族欺负吗？如果想长久拥抱和平与希望，不再陷入魔族侵略的苦难，一个人的力量不够，一个猎魔团的力量不够，一个殿的力量不够，我们必须集结全人类的力量。所以，今天这场继任仪式还有一个特别的意义。经过6大殿这段时间的讨论，我们决定废除旧联盟，成立新联盟。新联盟？那会有什么变化吗？越来越好。从今以后，6大殿所有人力资源全部集结起来，由联盟统一调用。而我们下一个目标，则是向魔族开启全面反攻。全面反攻，守护我们的家园。是，我们就应该联合起来，赶跑魔族！赶跑魔族！我相信，只要6大殿团结起来，不分你我，就可以跨越困难，迎来期待已久的曙光。我们团结一心，立下誓言，为了联盟的未来，为了全人类的希望，一无之血，一无之骨，一无之躯，一无之魄。我宣布，新联盟正式成立。这就是盟主的
光元素之力吗？好温暖，好纯粹。你们真是我教过的最差的一届学生，但我希望你们能通过努力，成为最让我骄傲的一届学生。巴尔扎教官，请再给我一次机会吧，我有一定要成为骑士的理由。那你去和测试第一的人比一场，赢了的话，我就再给你一次机会。听着，在猎魔团选拔赛考核中，你们是一个团队，要时刻为团队着想，不能为了出一时风头而连累了整个团队。龙兄弟都这么强了，作为兄弟，我也不能松懈，我也要努力修炼，追赶上他。将来再次和他站上同一片战场。赵营长，你知道吗？当年来我们一营的那个猎魔团团长龙浩辰已经成为盟主了。我们这些一营的战士们都会在他的带领下一起上战场，赶跑所有魔族。浩辰，相信在你的照耀下，人类能找到那条光明的前路。既然决定先起反攻，我们第一步做什么？首先，我们需要调整6大关隘的军事制度。联盟将在6大殿抽调人才，在圣城集合，训练后重新编排。建立适应6大关不同情况的6大联盟军团后，前往各个关隘，由6大殿的原班高层进行统一指挥。这样一来，就能平衡各个殿之间的人才。对于一些防御较弱的关隘来说，确实是一件好事。如果只是重新编排联盟军团，可能还不足以对魔族造成毁灭性的打击。我们还需要更加强大的力量。是的，只是这样确实还不够。所以下一阶段，我和我的同伴将要前往玉龙关，开启剩余3座神印王座的挑战。同时开启3座神印王座的挑战，那不就是要6大王座同时现世？但如果未来6大王座真的能同时现世，那将会凝结成人类史上最强战力，也就是人类反攻的关键。是的，虽然圣战停战4年，但魔族企图消灭人类的计划从未停止。反攻是人类想要生存的必然选择，任何能增加成功几率的方案，都有必要去尝试。好，你们去吧。你们参加考核的时间里，我们也会思考出尽可能多的利于反攻的方案，同时推进并完善今天确定下来的这些联盟新制度。今后我们将设立议会，对联盟的各项提案进行决策。议会成员分为盟主、副盟主、议员团，6大殿各出10人，成立联盟常驻议员团。原先的6大殿殿主为现在的联盟副盟主。关于议会成员，各位还有什么异议吗？正如先前所说，人类的历史翻开到了新的篇章，后起之秀们也逐渐崭露头角。未来终究还是得看年轻人的，所以，我放弃副盟主一职，由我殿陈婴儿担此重任。经过前2天的圣殿大比，婴儿的实力大家有目共睹，他能同时召唤12扇生灵之力，实力已经远超于我。更何况，他还是我们灵魂殿1000年一遇的灵魂圣灵，灵魂殿理应交给他来领导。陈婴儿，正如陈殿主所说，你愿意成为灵魂殿殿主吗？我愿意。
既然陈店主先开了这个头，那么我也卸任刺客店店主一职，让我店盛采儿担此重任。我们刺客店早就有这打算了，只是一直没找到合适的时机宣布这事。既然已经有2位店主开了这个头了，那我也宣布退位吧。什么？怎么会这样？今天怎么这么多店主退位？为什么？事关新联盟的未来，店主职位的更替，还请三思。哎，这个事情我已经思考很久了。自圣战之后，战士店人才早已青黄不接，但幸好我们战士店年轻一代中，有一位佼佼者，能肩负起战士店的未来。他的努力以及为战士店的付出，我们都看在眼里。没有人比他更适合了。圆圆，上来吧。我定不会让战士店失望的。那么，议会成员罪案此安排确定下来，感谢各位前辈的付出，我们一定不辱使命，不负众望。现在是人类历史新的开始，联盟将会面临许多困难，但是我相信，只要大家齐心协力，联盟一定会有一个崭新的未来。段兄，你真的不和我们一起了吗？自从4年前睿智魔神宫一战后，文昭兄的猎魔团因黄奕丧失战斗能力而被迫解散，我的猎魔团也因为我的失踪而停止任务，但他们一直在等着我回来。我是他们的团长，也该带着他们重返战场了。不久后的大战，我们也要继续为联盟尽一份力。不管在哪里，你始终是我们中的一员。兄弟，一辈子！往后再率队深入魔族作战，一定要小心。你也是，不要过于自责。他们也希望你们有更好的未来。再见！走吧，我们去玉龙关，完成我们的目标。你的母亲近段时间身体很好，她一直在等你回家。妈妈，晨晨，这边来。你看，那是谁？爸爸！你就是采儿，对吗？嗯。我可是听晨晨经常提起你呢，今日终于见到了，真好。伯母，我也很高兴见到你。乖孩子，你这一路也累了吧？我先带你去休息。晨晨和他爸爸很久没见了，让他们俩单独聊一下吧。晨晨、星宇，晚饭就交给你们了。爸，分开这些年，您还好吗？我听爷爷说您旧伤未愈，现在恢复了吗？
已经无恙了。是和阿难战斗时伤的吗？总感觉巴斋子回来后心事重重的，是战斗时发生了什么吗？不过现在他似乎不愿意提，我也不好再多问。等以后遇到韩南，我得去了解一下到底发生了什么。都过去了，以后我会留守玉龙关。那太好了，我也很久没见爸了，我们现在终于可以一家团聚了。浩辰，你恨过我吗？什么？你原本可以活得更轻松，但我却引你走上了这条最难的路。爸，您说什么呢？我从来没有恨过你，反而我很感谢你。还记得您教我纯白之刃的那天，那是我第一次看到了未来想成为的样子。那时的我甚至连一道剑气都挥不出来，但您却告诉我，只要足够耐心，足够坚定，就能成为最强骑士，守护我想守护的人。这些年来，我一直铭记于心，也一直坚定不移地向前，才走到了现在这一步。我从未怀疑过你为我选择的路，我也始终相信，这就是我最想走的路。哪怕你已经死过一次，我的目标从未改变。如果有一条路可以去终结这场战争，成为一个强大的人，守护我喜欢的一切，爸爸，我不害怕。浩辰，你永远是我的骄傲。团长和副团长不在，感觉好像缺点什么。怎么？难道你想去跟星宇大人吃饭？不行不行，星宇大人太可怕了。来来来，大家一起干一杯！预祝咱们团长韩宇、杨修和放哥明天参加神焰王座考核顺利，把剩下的王座都拿到手。杨文章，明天加油哦！我们三人真的好久好久都没有像这样坐在一起吃饭了，而且今天还有彩儿在，真的太难得了。只可惜你爷爷还在圣城处理事务，不然我们就一家团圆了。没关系，爷爷过几天就能回，到时候我们再吃团圆饭。你说的对，今天是庆祝彩儿来了。谢谢伯父伯母的款待。对了，星宇，我们什么时候去驱魔关提亲吧？提亲？明日就去。我跟灵心说一声。伯父伯母，这会不会有点太快了？是啊，爸妈，我们想等一切都结束后再成亲，而且提亲这么重要的事，我想一起去。彩儿是我一生挚爱，我希望能给她一场最幸福的婚礼。到那时候，没有魔族，没有战争，没有伤亡，我们才能安心放下一切，好好过自己的生活。看来是我们太心急了。孩子们都长大了，就让他们自己安排吧。彩儿，以后这就是我们的房间了。当年我们第一次到驱魔关的时候，你为我们制造了一个小家。这是我们的家了。那时我就答应你，以后一定会给你一个温暖的家。现在我们回家了，彩儿。浩辰，你在哪，哪里就是我们的家。
找我有什么事吗？星宇大人，我想放弃这次的王座考核。放弃？那可是神鹰王座所有骑士梦寐以求的目标。因为我有其他的目标。你是想继承你爷爷的王座吧？但以你的个性和发展方向，那张王座并不适合你。选择最适合自己的王座，这对你的未来很重要。你要想清楚。谢谢星宇大人的关心，但我的目标并不是爷爷，而是您。我想拜您为师。一直以来，您都是我的目标。我想向您学习，成为最为强大的惩戒骑士，然后在未来通过自己的实力，继承您的末日与杀戮之神鹰王座。没想到，你居然想继承我的王座。星宇大人，不过，你这想法倒是像极了我年轻的时候。我认可你。拜见老师。但当我的弟子很辛苦，也不是那么容易。只要能跟随你，无论再苦再累，我都愿意。那你明天还是照常来听一下神鹰王座考核前的讲解，就当是我给你讲的第一课了。是，老师。在你们进入神鹰王座考核之前，我会为你们介绍王座的信息。虽然杨文昭放弃了神鹰王座考核，但他也达到了考核资格，允许留下来旁听。你们都知道，联盟目前一共有6张王座，而每张王座的威能都各不相同。比如智慧与精神之神鹰王座，掌控的是全知之力；而恐惧与悲伤之神鹰王座，掌控的是禁忌之力。而以节气的王座里，守护与怜悯之神鹰王座掌控的是防御之力；秩序与法则之神鹰王座掌控的是规则之力；而我的末日与杀戮之神鹰王座掌控的则是杀戮之力。要不要试试？现在竟然在王座之上。接下来需要一人配合我的讲解，感受王座之力。你们谁来？要不让杨兄试试吧，正好他未来的目标也是这张王座。那就你来吧。我的灵力被提升了。不错，这是王座的赋能。它能为使用者提供20万的灵力增幅，而你现在在王座范围内，我能让你暂时感受一下灵力的提升。这也太不可思议了吧！来，再感受一下。这是神器。每一把神鹰王座都会赋予使用者一把武器，而这把武器的品质一定都是神器。这意味着，一旦获得王座认可，便可同时获得2件神器，并且王座还能化开。不错，每一张王座化开后，也会有不同的能力增幅。末日与杀戮之神鹰王座的化开，每分钟都会为我提供1成的攻击加成。2件神器，20万的灵力增幅，还有王座化开赋予的特殊能力。这就是神鹰王座吗？星宇大人，那永恒与创造之神鹰王座的威能是什么？没有人知道。什么？关于他的信息寥寥数之，但他的强大毋庸置疑。6000年前，72根魔神柱降临圣魔大陆，催生出72魔神。而他们带来的魔气，则感染周围所有生物，将他们变为了魔族，大肆屠杀人类。人类组成6大殿，试图与之抗衡。
却也无法匹敌那一代的魔神皇与他率领的魔神们。很快，人类就被屠杀殆尽，眼看就要灭亡。就在这时，一条王座从天而降，它化作一道铠甲和一把神剑。那铠甲仿佛有生命般，竟自主手持神剑，朝魔族发起攻击。剑听一剑，34位魔神直接死亡，魔神皇被重创，无数魔族被灭门。也因为这一剑，整个魔族瞬间元气大伤，沉寂了1000年之久。在那一刻，所有人心里都想起了同样的声音，那便是永恒与创造之神夜王座。可就在那一击后，王座能量耗尽，从空中坠落至此，陷入沉睡，只留下了5块与其一同落下的神石。5块神石？难道说剩下的5张王座是？不错，在之后的1000年里，骑士殿首任殿主萧霍以那5块神石为基石，仿造永恒与创造之神夜王座，锻造出了其余5张王座。此后，6大神夜王座便成为了人类的最强兵器，始终守护着人类。而永恒与创造之神夜王座也一直沉睡至今，等待着被唤醒。但可以肯定的是，一旦这张最强王座现世，就是我们将魔族彻底赶出圣魔大陆之时。当然，我也要提醒你们，数千年来无数人想挑战他，却无一人能成功与之共鸣，进入考核。浩辰，我知道你的目标是他，你也曾与他多次共鸣，但永恒与创造之神翼王座的考核里究竟有什么，没有人知道。也许你会遇到恐怖的危机，也许你会面临艰难的选择，这是一场完全未知的冒险，而你只能独自面对。浩辰，我们所有人都期待你能获得他的认可，但你也要注意保护好自己。定不辱使命。接下来，去开启你们的考核吧。一旦你们选择的王座与你们共鸣，即可进入该王座考核。这就是神印王座考核地吗？我们走吧。那上面就是我们要争取的神印王座了。悲伤之神印王座。永恒与创造之神印王座。神印王座考核
现在开启。欢迎进入永恒与创造之神印王座的考验，挑战者，你需要分别完成永恒与创造的2个考验，领悟永恒与创造的真谛。首先开启的是创造的考验。日月大陆上，生活着信奉自然的自然族。与信仰黑暗的暗夜精灵族。但因为信仰的不同，资源的稀缺，双方争斗不休。战争与死亡始终萦绕在这片大陆上。长久的争斗后，自然族势大。在自然之王伊斯顿王的率领下，要将黑暗及其信徒彻底驱逐出这片大陆。绝望的暗夜精灵族召唤了毁灭之主，毁灭降临了这片大陆，所有生灵都无可幸免。这便是你的第1个考验，你需要去改变2族的命运，为他们创造新的未来。创造新的未来。要不是为了保护我们，也不会被该死的伊斯顿王重伤。这些事，暗夜精灵族，暗夜精灵族这还有希望。我为什么会变成信仰黑暗的暗夜精灵王？我的属性仍旧是光明，灵力也没有变化，除了外表和我原本的身体并无差别。看来这个考验是让我以暗夜精灵王的身份来改变这一切。那首先要做的，就是改变暗夜精灵族被灭族的惨剧。伊斯顿王和自然族，终于又忍不住将我们赶尽杀绝了吗？黑暗的使徒们，就让你们最惧怕的烈阳之光，将你们体内肮脏的黑暗焚烧殆尽！焚烧殆尽！焚烧殆尽！这股力量是9阶光系禁咒。该死的自然族！烈阳之神会诅咒你们，诅咒这个世界！黑暗永存！你们上来没好？怎么回事？烈阳之光怎么失控？不是失控，是被吸收了。怎么可能？那可是烈阳之光，蕴含着最为浓郁灼热的光明之力。即便是亲近光明的我们也抵挡不住，更何况是天生惧怕光明的暗夜精灵族。放心吧，接下来交给我。你的
的实力怎么突然提升这么多？还不惧怕烈阳之光了？他的实力相当于9级2级，不是我的对手。封山怒击！但我得先弄清楚，两族之间的争斗为何会这么极端。伊斯顿王，你身为一族之王，为何残忍至此，赶尽杀绝，连老弱妇孺都不放过？我管你什么老弱妇孺！非我族类，其心必诛。我们两族之间就是要斗个你死我活。一个仁慈的王是无法率领族群壮大的。作为一个残暴的王，你只能给世界带来毁灭。去杀了那些暗夜精灵！想去救他们，没门儿！快走！王，你一定要平安归来！你们一个都别想走！神力，泰坦之魂！你救了他们一次，能救他们一辈子吗？怎么回事？我不是在和伊斯顿王战斗吗？怎么突然到了这里？你们先走，我来拖住他们。不要死，要走大家一起走。思思，王，是王，王回来了！5年了，你终于回来了，太好了！5年，已经过去了5年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5年都没有您的消息，我们还以为您已经……但如今您回来了，真是太好了！你们现在情况如何？为何会被自然之兽追赶？其他族人呢？没有其他族人了，就剩我们这些了。5年前，您以一己之力重创伊斯顿王与自然族，使我们也有了喘息之机。我们逃出来后，便选择了一块地方休养生息，壮大族群，等待着您回归。我们原本以为日子会一直这么过下去，但就在不久之前，那些该死的自然族还是发现了我们，他们攻入了我们的领地，破坏了我们好不容易再度建立的家园。大部分的同胞死在了那场战争中。走，思思，我妈妈！最后只剩我们逃了出来。但他们还不死心，派自然之兽追踪我们。要不是王宁及时赶到，恐怕我们已经被灭族了。这孩子怎么了？这是因为缺少黑暗之力而出现的退化症。过不了多久，他的全身都变成灰白色时，就是彻底死亡的时候。退化症？这片大陆上的黑暗之力已经非常稀薄了，自然之力势大，黑暗即将从这片大陆上消失，黑暗之神彻底抛弃了我们。可能要不了多久，我们也会退化。暗夜精灵族会从这片大陆上彻底消失。对不起，王，您拼命救出我们，但我们还是辜负了您的期望。只是阻止那一场惨剧并没有作用。如果无法壮大暗夜精灵族，就会有第2个、第3个，无数个陷入绝望的母亲出现。
就还是无法改变他们的命运，创造新的未来。有什么办法能彻底改变现在的处境，改变这一切吗？除非能拿到日月神石。日月神石是这片大陆的圣域，不仅蕴含着极为精粹的光明与黑暗之力，还拥有将昼夜交替的能力，能创造出最适合暗夜精灵生存的环境。当然，它对自然族也同样适用。但日月神石由这片大陆最强的存在神圣巨龙守护在封禁之地。曾有无数代自然之王与暗夜精灵王想要夺取神石，壮大族群，但都命丧于此。那就是日月神石，我恳请能借日月神石一用，救暗夜精灵族于危难之中。尔等卑贱之血，没有资格染指圣物。仅仅1击就能破掉我的防御，他的实力远超西超9阶6级。神域，天阳三绝。赤阳残镜，你明明拥有可以掌控日月，使自然族和暗夜精灵族能和谐共处的日月神石，为何要眼睁睁地看着两族争斗不休，让死亡与绝望遍布大陆？日月神石不是为了掌控世界而存在，也不是为了拯救他们而存在。他的战力在我之上，又死死守着日月神石，必须想办法将他引开。你想逃到哪里去？这个距离差不多了。日耀，光之息。圣光才智，受死了！移花接木，影分身。将神石交给他们，真的能创造新的未来吗？灾祸的自然使徒，千万年以来，你们曾无数次置我族于死地，如今该是你们偿还这种痛苦的时候了。自然将被彻底驱逐出这片大陆，黑暗永存，分灵之火燃！我就算是死，也不会放过你们！
神石能提示未来，现在还能与日月神魔盾产生共鸣。他们这是在如何？原来这才是日月神魔盾的完整形态。恭喜你，解开了考验的第一个秘密。接下来，受死吧！你将面临无尽的毁灭。这便是你的第一个考验，你需要去改变两族的命运，为他们创造新的未来。那首先要做的就是改变暗夜精灵族被灭族的惨剧。该是你们偿还这种痛苦的时候了。驱逐自然，黑暗永存。只是阻止那一场惨剧并没有作用，还是无法改变他们的命运。他们这是在如何？恭喜你，解开了考验的第一个秘密。该死！卑贱之邪，胆敢私吞圣物，受死吧！毁灭无息！日月神魔，不懈逆转！融合了日月神石的日月神魔盾，不再受昼夜交替的限制，能发挥它的全部力量。神石竟然认主了，难道你就是传说中的那个人？难道日月神石就是改变这个世界的命运、创造新未来的关键吗？不，并非日月神石，而是您。我守护神石多年，就是为了等待它真正的主人，也只有您才能使用它，掌控和创造这个世界，做到您想做的任何事。王，我们不要日月神石了，什么都不要了，只要您能平安回来，您快回来！怎么回事？发生了什么？天空怎么突然变黑了？是昼夜开始交替了，白昼即将变为黑夜，王成功了！妈妈，天黑了！是王将黑暗重新带回了这片大陆，黑暗之神没有抛弃我们，派来了拯救我们的暗夜精灵王。暗夜精灵王，战斗的痕迹很新，该死，来晚了一步，继续追，在日光下，那些暗夜精灵跑不了很远的。昼夜交替，不好，是那群暗夜精灵夺取了日月神石。不对，昼夜交替停止了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光暗共存，日月同辉。多谢帮助，神圣巨龙前辈。神使大人，这样真的能改变他们的命运吗？这片大陆的争端都来自于生存资源的争夺。如果达成了完全的公平，两族说不定不会再起争斗，这个世界也能拥有更加美好的未来。但愿如你所说，
这便是日月神石真正的使命，也能拯救这片大陆。你们这些肮脏的暗夜精灵，凭什么和我们平分这片大陆？为什么整片大陆不能都属于黑暗？你们夺走了本该属于我们的领土，你们这些卑劣的自然族！这才是我们真正想要的世界！即便自然不存，也不能让黑暗留存这片大陆。暗夜精灵族与自然族永生永世，不死不休。原来能召唤毁灭之种的，不止绝望，还有他们两族之间不死不休的仇恨。如果毁灭之种是因为绝望和仇恨而降临的，那我到底该创造什么？我要改变这一切，就要解决绝望，解决仇恨。那我该创造什么来解决这一切？黑暗的使徒们，就让你们最惧怕的烈阳之光，将你们体内肮脏的黑暗焚烧殆尽！该死的自然族，天之神会诅咒你们！你的伤还没好，不能再被烈阳之光灼伤了。放心，我一定会改变你们的命运。该死的自然族，滚出我们的家园！妈妈，不要！是王回来了！不救了！我们要上了！日月神石，神使大人，既然您创造的公平并不能改变这一切，那如果您成为世界的主宰，创造一个新的仇恨呢？是不是就能让两族和平共处了？我会为这片大陆创造新的规则。从今往后，这片大陆的白昼与黑夜，所有的光明与黑暗之力，都由我掌控。我是这片大陆至高无上的神灵，所有生灵皆需向我臣服，才能获得你们生存所需的资源。什么狗屁神明？你凭什么让我们臣服？呀！哼，放肆！夺取日月神石，又不是为了我们。
时代已经过去，今天我们两族必要将你这伪神驱逐出这片大陆。给我杀！对，就是这样，都来仇恨我，再让我代表你们的仇恨死去，结束这场永恒的争斗。毁灭之种为什么会降临？糟了！毁灭之种一旦降临，整片大陆的所有生灵将无一幸免。原本想利用移花接木制造死地来完成这个任务，可为什么偏偏毁灭之种会在这个时候降临？神使大人，或许这就是这片大陆的命运，注定归于毁灭。可日月神使也并不是为了拯救他们而存在。不，这样的结果我不接受。日月之域，永恒地来。他在保护我们。神使大人。没人能在毁灭之种下幸存，这是能摧毁整个世界的力量，你是不可能抵挡住的。可我就是为了改变这个世界才来到这里的，我绝对不会在这里放弃。这个世界，为了改变一切，哪怕是牺牲生命吗？原来是这样，原来你一直在尝试拯救我们，改变我们的命运，但我们还怀疑你，怨恨你。对不起，我一直在思考。创造的考验到底是什么？我创造希望，创造和平，创造规则，创造仇恨，都无法改变这一切。毁灭还是必然会降临，所以这个考验的真相根本不是创造。生命总是在凋零后迸发新的生机。这是世界的循环，而创造与毁灭亦是如此。这个考验其实是毁灭。虽然毁灭的力量无比强大，但如今的日月神涡盾，也许就是摧毁它的关键。之手，毁灭！从来没有人敢挑战毁灭，这是这个世界至高无上的规则。我的一位老师教过我，规则不就是用来打破的吗？他真的做到了。从今往后。这一片大陆万物自然繁衍，将拥有新的未来。这就是我的创造。是暗夜精灵王，不是日月之神拯救了所有人，拯救了这片大陆。本不属于这个世界的伪神，最终却成为了这个世界真正的神明，改变了这一切。恭喜你，领悟了创造的真谛，
完成了创造的考验。这是什么？你在考验中获得了暗夜精灵一族的完全认可，所以额外获得奖励——精灵之心。精灵之心，它的气息似乎和雅婷很像。在与魔神皇一战中，雅婷也被一起击碎，只剩下这道沉睡的灵魂。但现在有精灵之心在，或许能为他重塑身体。接下来你将进行的是永恒的考验。这里就是永恒考验地。那这次的考验是什么？获得永恒之环，就能完成最后的考验，获得永恒与创造之神印王座。你就是被主人选中的人，打败我，你就能获得永恒之环。9阶3级。